这故事是我一个朋友分享给我的。由于他是做建筑行业，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搬家。这里就让我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这故事吧。你相信人可以在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，自己走进一个不应该存在的地方吗？对大多数的人们来说，就是梦游吧。搬进这栋大楼已经3个月了。一开始我觉得运气不错，找到这么新、这么便宜的套房，有电梯，楼下有便利商店，巷口就有早餐店，离捷运站又近。但久而久之，我总是觉得这里好像哪不太对劲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阳台抽烟，看着对面栋的窗户发呆，然后我发现有一户窗户一直开着。那不是什么奇怪的事，只是问题是，我明明记得那一排只有2户，可是现在看起来是3个窗户对齐，整整齐齐的，像多出一间房。我一开始以为自己记错了，结果隔天早上我就特地走去对面栋的楼梯间，想看清楚那层到底几户。结果你猜怎样？那一层根本没有第3户，没有门，没有电铃，只有白白的墙壁。但我昨天真的看到窗户开着灯，里面还有人影晃过去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听到奇怪的声音，最开始只是一些不明原因的轻敲声，像4人在墙后面用指甲轻敲玻璃。有时候晚上睡到一半，墙那边会传来像是有人在说话，但我那一面根本没有邻居，那边应该是整栋的水电管线通道，不可能有人住。有一次我浑身湿汗，在半夜突然惊醒，想说都起来了，就顺便上个厕所。走在客厅时，我觉得安静的可怕，只剩墙上时钟的声响一下一下敲进脑里。当我走到一半时，眼角余光好像扫到一个黑影，从沙发后一闪而过。那动作太快，我停住脚步。客厅安静的只有我的心跳声，空气变得湿冷，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压迫感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小声喊了声谁，却在这时，我听见墙后面传来一阵含糊不清的声音，像隔着水，又像隔着玻璃，听不清楚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往声音的方向慢慢走近。不对啊，这墙何时多了一面全身镜？我带着疑惑不安的心情走过去，我看见了镜子里的倒影，样子模糊扭曲，嘴角似乎正缓缓地上扬，那笑声没有声音，却在我脑子里响了起来，尖锐诡异，像指甲刮过黑板。下一秒，墙后那声音又响起来了。因为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我再次从梦里惊醒，全身流下了讨人厌的汗水，心想原来是梦。突然我发觉不对，为何我的视角是看到自己坐在床上？正当无数恐惧感涌入心头，我再次的从睡梦中惊醒。天亮了，我抓着头回想，这是梦中梦吗？算了，还是先起床吧。我拖着疲惫的身体上班去。整天我脑海里一直浮现昨晚梦里的场景，我不敢讲，因为听起来太荒唐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一直梦到走在一个灰白色的走廊里，地板湿湿的，踩起来有点软，墙上贴着一张张泛黄斑驳的广告纸，文字全被刮掉。每走几步，走廊就变窄一点，空气也变闷。最可怕的是，每次梦的最后，我都会走到一间门上写着我房号的房间前，那房门慢慢打开，里面黑得看不见，但我每次都听到里面传来我自己的声音在喊：你走错了，这里不是你家。我以为是压力大造成的幻觉，直到有天我手机闹钟没响，醒来已经快中午。我赶着出门时，无意间经过走廊另一端，然后我看到了那扇门。那是一扇原本不在的门，白色的，跟其他住户的门完全不一样，没门牌，没锁，也没有摄影机，就直挺挺地贴在那墙上。我盯着那门看了快10秒，那门忽然自己开启。那一瞬间，我腿软到差点坐在地上。我连忙跑回家，把门反锁，然后整天没出门。我朋友阿凯知道后，硬要来我家看。他来的那天，第一句话就是问
黑竹，你最近还好吧？气色好像不太好。我强装镇定跟他说，可能只是我最近工作太累，没事的。简单聊完几句后，我跟阿凯说，不然我们去买点盐酥鸡，跟一些酒回来再聊好了。正当我们准备出门买东西时，阿凯突然停下脚步，皱着眉看着我墙角的书柜。黑竹，你以前有这个柜子吗？当然有啊，你之前来没看过吗？可是我记得你墙角以前是放电风扇。我愣住了，看着那个书柜，我真的记不得是什么时候放进来的。书柜里排满了书，但每一本拿起来翻都是空白。我感到头皮发麻，心里有个念头冒出来，那不是我的书柜。阿凯半开玩笑的一声说，你该不会最近都在梦游吧？说不定你梦游时自己搬来的。我笑不出来，只是想赶快离开这间房。就在我们打算出门的时候，大门那边传来砰的一声闷响，像是有人在门外拿东西砸在门上。我们同时停住动作，然后我听到门缝底下传来细细的声音，这里不是你家。阿凯整个人僵住，猛看着我。我直接把他拉回房间，把门反锁。他全身冒冷汗问我，你听到的跟我听到的是同一句吗？我当时只觉得我不该搬进来，更不该看那面墙，因为从我第一天好奇的盯住对面栋的第3扇窗户开始，他就注意到我了。后来我搬走了，搬家当天我找了搬家公司，也找了我2个朋友陪我一起。当我们最后一趟下楼时，跟警卫简单的道别后，警卫忽然说，你们不是4个人吗？刚刚那个女生坐在楼梯间的，不是你们一起的吗？我看她一直站在那看着你们，我以为是跟着你们一起的。我当场脸色全白，因为我们这趟只有我们3个人，整栋楼那一层只有我一户住户。我不敢问更多，只是连滚带爬搬走了。但故事还没完。几天前我回到新的租屋处，发现门口放着一个纸箱，我以为是快递弄错地方了，但上面写着我的名字，却没有寄件人。我带着疑惑打开包裹，我傻眼了，里面全是我搬家前那房间里的东西，包含那个不是我的书柜里的书。那些空白书现在每一本都写满了字，上面只写着一句话，重复写着，这里不是你家，如果你现在住的地方忽然多出了一个门，拜托你不要靠近它，你永远不知道那里是不是为了你而出现的。